我们看我们这个本个专场的其他的一些对特色专题，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品专题里面，刚才看到的，小品专题里面有张大千的，你看这件金鼎盛景画的峨眉山，这个画面的这个金光闪闪，我觉得它这个用纸还是挺特别的哈。对，它是在日本定制的这种金件卡纸板，然后这个装裱工艺也是日式装裱工艺，是它的原画的当时的装裱啊。对，因为大家知道张大千四川人，所以他对于四川巴山属水啊，他其实他经常在他画里面来表现和描绘。对，他经常是他之前曾经住在峨眉山，住在青城山，他对这个家乡的山水，他是非常就是经常创作，可以经常看到他的绘画作品当中都体现的是四川的景色，所以他对四川山水的绘画理解是非常深的。而且他后面晚年游历海外，他就更怀念他的家乡，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呢，更多体现峨眉山、青城山的一些全貌。好，我们再一步往后面介绍，我们来到这个专区吧，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把就是这个专场相对有特色的一些作品呢，是介绍给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专区呢是李可染的绘画作品专区，我们这次李可染的作品非常多，有很多重要的李可染的绘画，山水绘画，人物绘画在夜场，但这些目前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这本观止书里的一些小精品，也非常有特色。我们首先介绍这件钟馗，这件是李可染先生创作于1981年的一件这个作品，也是非常多次的出版。1984年台湾的雄狮美术有发表，然后是在收藏天地1990年也发表，那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可染先生过世前，因为我们知道可染先生是89年过世嘛，对，所以呢，就是他在他生前就有出版。对，你看他那个创作于81年啊，这是他是用笔用墨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看到这张画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如果概括成一个词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用卡通来形容。为什么呢？他的面部写实度，因为大写意绘画讲究是个意，但是他的这张画，你看从他的用笔上面来体现这个面部写实是立体感是非常强烈的，而且这个钟馗手拿宝剑，衣纹的这个晕染呢又非常的饱满，整个的用笔非常的湿润，让你感觉到这个水墨趣味很足。对，水墨趣味很足。小杨说的这个归纳非常对，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好像一个活灵灵的一个人物站在你面前的一样。对，这种墨色啊，就是包括重墨呀、淡墨这种，这种很分明，然后线条啊，包括水墨韵味啊，确实，可染先生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画山水哈最有名，包括万山红遍呀，包括其他的黄山呀，这些祖国的名山大川，但是呢，其实他画这种人物，他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和造诣。对，所以呢，大家可以随着镜头看下一件。对，这件画的是米颠拜石，就是米芾拜石。对，这个宋代的一个名人米芾，因为他是有一个谥号，所以这都甚至是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因为他的一个在历史上的一个代名词，就是他对于石头他特别喜欢，他遇到好的石头他都要拜一拜，所以叫米颠拜石图。他觉得这种石头这种是有灵性的。你看我们去北京的颐和园、故宫里面都有很多这种石头的雕塑也好，摆件也好，都在里面随处都可以看到。所以当时他们那时候的就是北宋时期那种赏石文化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包括太湖石啊这些。对，也体现了一个什么呢？体现了一个当时的文人的取向，就是我们喜欢赏石，
品茶、焚香，这都是当时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一个集中的体现。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对对对，就像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电视没有，对，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对对，没有电影，但是呢，他们的日常的精神生活，对，那时候就讲究这些，所以文人之间就推崇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是，所以可染先生在这幅《米甸拜石图》上面，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对于古时候这种人的这样一种高士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它其实一种追慕吧，或者是推崇和追慕。对。然后这件作品呢，也是有早年的发表。这件呢是1989年求知雅集的出版，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求知雅集呢是香港一个文人收藏的团体，非常有名。他们当时收藏了很多中国的重要绘画作品，而且这个他们的收藏质量，当时是在香港是可能是首屈一指吧，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啊，首屈一指，只能首屈。对对对对，这个藏家这个收藏都是一定是非常喜欢，才能收到非常好的、非常精彩的作品。那我们接着往下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有意思的或者特色的画作。往后走吧，看看左边有没有。好，你看我们这个专区呢，也是齐白石、吴昌硕的绘画作品。大家放到这儿呢，就更集中的展现他们两个的绘画关系。大家可以看到中间两幅呢是吴昌硕的作品，边上两幅呢是齐白石。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收藏嘛，大家都讲究一个就是这种脉络线索，包括这个画家他从哪来，学了谁，包括他又学了谁之后，他又发展出自己的面貌。所以呢，吴昌硕、齐白石他们就很明显的通过作品这样一种陈列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两位大师他们之间的一个艺术渊源。对，你看，这个吴昌硕先生非常推崇青藤白杨，推崇八大。那个齐白石先生也是这样的，他早年的绘画，大家前面我们也说了，也是临习这个吴昌硕先生的作品，然后转变成自己的风格。所以说他们的绘画当中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是这个现在大家通过画面看到的，白石老人31年画的这个葫芦。对葫芦其实它谐音叫福禄，所以这个题材是非常有这种吉祥的寓意的，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其实都讲究一个这个，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彩头，对，我们中国人嘛，就讲究这些比较吉祥的话语。你看过年，大家为大家拜年，都说一些吉祥的话。那画家也是这样，他在创作作品赠予友人，或者是有喜欢他艺术作品的人高价重金求购，他都喜欢在把这种寓意好的意思呢体现在他的画面当中。是这张吴昌硕的《赤人侠》也是很特别的一件。这张作品呢，大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也是这种日本的这样一种装裱形式哈。然后呢，画面呢画的就是这个梅花和这种很有特点的这种共识，然后呢取名赤城侠。这张作品是1920年吴昌硕画的，1920年，然后呢很有意思，在25年他就有出版了，收录在吴昌硕吴否庐的画册里面。因为我们知道
画家生前的这个出版，那是更难得了。对，而且这个装裱也是日式装裱，大家可以看到日式装裱，然后出版集这个画集也是是1925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么这张从我们推断呢，这张画早年他可能去过日本，被日本的收藏家所收藏。画面这种梅花的梅干的这种处理啊，包括这种共识这种线条啊，就是它非常的老辣，然后苍劲，包括颜色梅花这种红梅的这种颜色处理啊，它不是说是很沉着这种红色啊，所以呢也是能看出来，就是吴昌硕呢，他当时的这种绘画受的他金石的这种影响，他还是非常深的。对，其实水墨画呢，更多的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来用你的近距离的观感来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因为中国水墨画它是平面的嘛，可能它这个画面体现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很简单这个例子，大家看到现在这张赤城峡的最顶部画的这个石头的一个步骤，它就是用多层次的用笔，然后来体现这种石头的皴法，这种很微妙啊，这种对，用皴法来代替什么呢？代替一个立体感，因为我们中国的水墨画是平面的，对，它平面的，它不是西方那种阴影这种感觉。大家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实物很多是立体的，它在平面的东西体现立体的，它只能用水墨的变化啊，皴法的用笔的变化，才能体现出这些最细微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呢，广大的线上的朋友呢，能到我们的现场来更直观的看我们的作品，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这个官职这个专题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现在移步到隔壁的我们当代水墨的这个专题，对，然后为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对，由我们同事王建伟再给大家再